第1075章晋级。在得到了天蝎毒龙兽的踪迹之后，萧炎倒并未因此而变得如何匆忙。8星斗宗实力的凶兽可不是什么寻常之物，若是不准备周全的话，恐怕得手的机会并不大。萧炎如今的实力尚还只是1星斗宗，而小医仙倒是有些出乎萧炎意料的达到了6星斗宗层次，这种修炼速度也是相当不弱。他们2人联手的话，要斩杀那天蝎毒龙兽倒也不是不可能，但肯定会费一番手脚，毕竟8星斗宗可是相当于废天那种级别的存在了。另外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有着什么底牌，到时候若是一次未能将之擒住，他来个远远逃遁，那得又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而且即便萧炎有那精力，但小医仙也没那足够的时候再去等待，所以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是得有绝对得手的把握。再者，身后这洛神剑一方霸主，那天蝎毒龙兽已经拥有了人形，灵智也不比人类弱，说不定还会显得更加狡诈，因此在其麾下必然也会聚集着不少实力强横的魔兽，所以一旦动手，这些魔兽也将会是有着一些小麻烦。不过还好，在萧炎的那界中还有着天火尊者这一大助力，原本按照他的初步打算是想要先为天火尊者将躯体炼制出来后，再对那天蝎毒龙兽动手，但在找了找那界中的材料后，却是发现刚好缺少了一物，那便是7阶魔兽的精血。当然真要说起来也并非是没有，那从天妖皇的干尸中提炼而出的精血等级程度算是远远达标，但可惜的适量不足。如今萧炎手中所剩余的天妖皇精血唯有那寥寥可数的几滴，凭这点根本就不可能将躯体出来，所以这炼制躯体所需要的精血恐怕又是得打到那天蝎毒龙兽头上去了。光线柔和的山洞之中，萧炎赤裸着上身，盘腿而坐，在其胸膛处，那团漆黑如墨的魔毒斑正在徐徐地蠕动着，在毒斑周围有着一圈淡淡的青色，一股炽热的高温不断地从中散发而出，而在这种高温之下，那魔毒斑之内也是不断地有着一缕缕黑气散发而出，最后被吸入那高温之内。以如今萧炎的实力，这魔毒斑已经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威胁，再凭借着一火之力，基本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将之炼化。当然因为担心一口气将之尽数炼化，造成实力突飞猛进时会对自己修炼根基有所影响，因此萧炎在炼化时也是格外的注意，如同剥茧一般，缓缓地将其一丝丝地抽出，彻底炼化，并且纳为己用。虽说在萧炎这般小心的炼化中，他的进展被压抑下来，但那修炼速度也是寻常斗宗望尘莫及，毕竟别人可没有如此精纯的斗气来供他们炼化吸收。说起来，当年那万仙门的蝎壁炎还真算是给萧炎留了一个不错的好宝贝。山洞之中燃烧着一堆篝火，在篝火旁，小医仙玉手托着香腮，偶尔目光会瞥向修炼中的萧炎，每一次视线都会在萧炎胸口处的那魔毒斑上停一停，眼中有着许些追忆之色，似乎是记起了当年在出云帝国对付万仙门的那一幕幕。砰！在小医仙思绪飘散间，一道低沉的闷声突然在山洞之中响起，他连忙抬头，却是发现山洞内的能量突然变得暴动了起来，皆是如同受到了一种牵引般，疯狂地对着山洞一角暴涌而去。小医仙目光顺着那些能量涌去的方向看去，旋即便是顿在了萧炎身上，当下美眸中掠过一抹讶异。晋级。对于这般异象，小医仙并不陌生，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多次。当年的蝎壁炎实力也是达到了3、4星斗宗左右，他以毕生斗气形成毒斑，虽说令得萧炎受了一些苦，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份极为不错的补品。小医仙轻声一笑，并没有什么担心。他在见到萧炎时，便是感觉到他处于1星斗宗巅峰的层次，距突破也并不远，再加上如今狠狠炼化了一下魔毒斑内的斗气，也是令得他水到渠成般的达到了晋级的条件。也正如小医仙所料，在异象出现后，萧炎脸庞上也并未出现什么慌乱，反而是加大了吸力，一圈碧绿火焰迅速自体内涌出，然后将那些涌来的天地能量经过一火的初步炼化后，方才不客气地尽数吸入体内。洛神剑之内毒雾横行，连这里的天地能量都是掺杂着许些毒气，寻常强者根本就不敢在这里修炼，但所幸萧炎有着一火，
在那些天地能量经过一火时，其中所掺杂的毒气，自动的便是在那种恐怖高温下尽数消散。斗宗晋级所需要的能量极为庞大，源源不断的能量从山洞之外涌进，在萧炎周身形成一圈能量漩涡，然后灌入其身体之内。见到萧炎引起的动静，小医仙也是慵懒地站起身来，对着洞口行去。洛神剑的毒物对能量的感觉极为敏锐，萧炎这般大范围吸收天地能量，定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他得费点心思为其护法。小医仙脚步在洞口处停下，望了望外面那漆黑的世界，懒散地斜靠着石壁，沉默间自有一股异常磅礴的气息缓缓地弥漫而出，震慑着一些被这边动静吸引而来的凶狠毒物。山洞之内的异象持续了约莫半个小时左右，那肆虐的天地能量方才逐渐的减弱，而围绕在萧炎周身的能量漩涡也是逐渐的变得虚幻。当最后一缕能量钻进萧炎体内之后不久，他那紧闭的双眼也是轻轻抖动着，然后徐徐睁开，顿时两道宛如实质般的能量光柱猛地自双眼中射出，然后笔直地射在面前的一块巨石上，噗的一声便是将之穿透。这是体内能量太过充裕方才出现的状况。随着这两道能量光柱射出，萧炎眼中的金光方才逐渐的隐匿而下，再度恢复以往的古井无波。乍一看去，与先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的气息却是比先前强横了1倍不止。萧炎手掌伸出，轻轻一握，只见得手掌上方的虚无空间居然是直接泛起了一阵阵扭曲的感觉，操控空间之力，斗宗强者的标志。但这个阶别还只是初步操控而已，只有当达到斗尊甚至斗圣之时，方才能够将空间之力施展得炉火纯青。好了，在萧炎乐此不疲地扭曲着空间时，一道温婉轻笑声却是在面前响起。他抬起头来，便是见到那身着白色衣裙，显得格外清新动人的小医仙。这魔毒斑可当真是好东西，若是让我吸收外界能量的话，恐怕至少还要将近1月时间方才能够达到2星。萧炎笑了笑，低头看了一眼胸口的黑斑，笑道：那前提是你得有能力掌握它。难道你忘记以前你被这东西折磨得多痛苦了吗？小医仙白了萧炎一眼，这家伙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萧炎一笑，将衣衫穿上，道：星兰还没回来？他已经离开4天时间了，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小医仙微微点头，迟疑的道：应该不会，有地妖魁保护他，若是出了事，那么的妖魁应该也是出了问题，但我现在却并没有感应到地妖魁有什么不对。萧炎略作沉吟，摇了摇头，道：再等1-2天吧，等到地妖魁回来，我们再对天蝎毒龙兽动手，那便是能够保证万无一失了。对于萧炎的决定，小医仙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反对，当下便是点了点头。接下来的1日时间，星兰依旧是未曾回来，而就在萧炎也是认为有些不对劲时，一道破风声响终于是在山洞之外响起，旋即那熟悉的身影方才有些慌乱地闯了进来，在他身后地妖魁紧随而至。见到安然无恙的星兰，萧炎与小医仙皆是松了一口气，而在见到对方那略显慌乱的脸色后，皆是眉头一皱，发生什么事了？萧炎大哥，事情麻烦了，你与小医仙姐姐被冰河谷通缉了，而且他们似乎也知道你们还在洛神剑。如今冰河谷的强者很多都在往洛神剑赶来，而这次来的人中，据说还有斗宗巅峰的强者。星兰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脸颊有些苍白的急声道：斗宗巅峰？闻言，萧炎与小医仙脸颊皆是一变，旋即脸色略微有些阴沉。这冰河谷还真是肯下血本啊，斗宗巅峰，即便是风雷阁的废天都是未曾达到这般层次啊。看来要加快行程了，必须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把那天蝎毒龙兽解决，只要帮天火尊者将躯体炼制出来，那便是无碍了。萧炎眼光闪烁，现在已经没时间疑惑他们的行踪是如何被冰河谷所知晓。抬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他猛地站起身来，目光转向小医仙：动身吧。